50 Cent 原名柯蒂斯·杰克森，美国黑人 rapper 歌手，1996年出道，累计唱片销量超过3000万。今天看柯蒂斯·杰克森，最值得讨论的不是他曾经卖出多少唱片，而是他如何在音乐产业收入被串流平台重写，明星品牌随时被舆论反噬，影视内容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环境里，还能把自己从饶舌歌手转成电视制作人、酒类品牌操盘者和文化生意人。他在这本书里反复提醒一件事：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上岸。你赚到第一桶金，拿到第一份合约，登上排行榜，并不代表风险结束，只代表下一轮竞争开始。这和很多成功学完全不同。它不是告诉你如何快速致富，而是告诉你成功之后如何不被淘汰。50 Cent 这个人设让他冲上去，但柯蒂斯·杰克森这个商业人格让他留下来。这本书真正要拆的不是街头狠话，而是一套非常现实的生存算法。不要怕被打中，不要把热情误认成冲动，不要把朋友误认成团队，也不要把名气误认成价值。柯蒂斯最核心的底层能力是他不允许自己和恐惧和平共处。他小时候失去母亲，后来进入街头，12岁开始面对远超年龄的危险，甚至在成名前被枪击9次。这些经历很容易被包装成传奇，但书里真正有用的部分不是伤痛本身，而是他如何处理恐惧。他承认自己会怕失败，怕失去，怕再次受伤，甚至怕家庭关系。但他的做法不是逃，而是把恐惧转成行动。拳击管理，他学到被打中不会结束一切，真正重要的是把手抬起来，移回场中央，重新控制节奏。这个逻辑放到商业里同样成立。很多人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太习惯待在恐惧里，害怕开口，害怕谈判，害怕被拒绝，于是把主动权交给别人。市场不会奖励最安全的人，而会奖励那些在风险中仍然能行动的人。恐惧可以提醒你危险存在，但如果它开始决定你的日程、你的选择和你的野心，它就已经接管了你的人生资产负债表。书名里的更努力的拼很容易被误解成单纯熬夜和硬撑，但柯蒂斯真正讲的是一种持续运转的引擎。努力不是冲刺几天，而是每天都保持动能。他说自己不是最有天赋的饶舌歌手，也不是最有经验的制作人，但他确信没有人能长期比他更能工作。可是这本书也没有把拼命浪漫化。他很清楚，真正的拼需要身体管理、清醒判断和焦点控制。他少喝酒，不依赖药物，坚持健身，因为他知道精力本身就是商业资产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一直在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拼。早期可能是鞋子、车子、合约、金钱和地位，后来变成自由，再后来变成影响力和传承。这一点对今天的创业者和职场人很关键。如果你只有忙碌却没有清晰目标，你只是在消耗自己。真正聪明的拼是把时间、健康、注意力和人脉集中投入到一个明确方向。没有方向的努力最后只会变成疲劳，有方向的努力才会变成杠杆。柯蒂斯说，成功者最重要的能力之一不是谈判，不是策略，而是判断人。这句话放在娱乐圈、创业公司和投资世界都成立。很多人一成功就本能地把老朋友、老同学、老乡和熟人拉进自己的事业，因为那看起来像忠诚。但柯蒂斯提醒，地理上的接近不等于品格上的可靠，共同出身也不等于共同愿景。他早期把南区皇后区的人带在身边，买下巨大豪宅，让整个圈子共享成功感。后来他意识到，这既是情感补偿，也是成本陷阱。真正的团队需要2种人，一种是经历过压力测试，能在危险时保持稳定的人，另一种是能带来新知识、新制度和新市场的人。如果只留下过去的人，事业会停在过去；如果完全抛弃过去，只相信新来的精英，有可能失去根基。成熟的商业判断就是分清谁值得信任，谁适合合作，谁只是共享记忆。投资也是一样，公司最容易出事的地方，往往不是产品，而是人。柯蒂斯最像商人的地方，是他不把钱看成唯一答案。他在书里多次强调，自己不追第一张支票，而是看长期潜力。做电视剧时，他以远低于正常身价的价格参与第1季，表面看是吃亏，实际上是在买未来杠杆。
节目成功后，他才有资格在后续谈判中拿回更大价值。这和很多人刚有一点机会就急着变现完全相反。真正懂价值的人会问，这笔交易会不会增加我的筹码？会不会扩大我的平台？会不会让我进入更大的市场？同时，他也非常重视感知管理。你穿什么、说什么、如何出现、如何离场，都在替你定价。这不代表造假，而是理解市场本来就会根据讯号判断你。这本书最后的重点不是模仿50 Cent 的强硬，而是理解柯蒂斯·杰克森的理性。面对恐惧要行动，面对机会要算清楚，面对失败要吸收教训，面对成功要继续进化。真正的玩家不是永远不输，而是每次输完都能换一种方式重新回到牌桌。